各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当然我也不老哈，但是呢，关于郑丽文来美国这个现在应该讲窜访这个事儿我是最开始我就提出了这个忠言劝告我说这有可能是郑丽文政治生涯的滑铁卢郑丽文个性比较倔强当然了，他也可能听不进这些劝告吧。于是呢，从美国回去之后郑丽文呢就像被夺舍换了个人似的然后呢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抵抗解放军的侵略是吧？这一下呢，大陆的国台办都这个说了，这定义为形形色色的台独的一种，可以说郑丽文彻底的被大陆给抛弃了。而且呢，就像我最初说的一样他将会猪不见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最后落得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么一个孤立的境地现在呢，果然我当初的预言要实现了，朋友们，7月25号就是郑丽文的大限之日。国民党的全代会7月25日要召开，根据目前党代表提案建立大选议员指挥制度的内容显示，自2028候选人正式产生之日起，党主席应将全党选战的最高指挥权移交该候选人统一运用，党主席退居二线，全力协助候选人，所有的党务资源均由2028候选人统一指挥调度。国民党那大选候选人呢，需要在全代会上进行资格认定，而国民党的大选年的全代会一般都是在7月份。这个提案如果通过的话郑丽文将在2027年8月前退居二线，交出党权。根据目前党代表的提案内容，党主席的任期与台湾地区领导人一致，不管2028年国民党胜败与否，党主席郑丽文都得下台。提案规定，如果是国民党2028年胜选，则2028当选人接任党主席或指定代理人担任党主席，如果败选则重新选举党主席。按照这个提案的话呢，郑丽文的党主席的任期最多只能到2028年5月19号。郑丽文如果想保住党主席一职，只有一种可能，成为国民党2028年的候选人并胜选，只有胜选才会继续担任党主席，败选即下台那么这个提案是谁提的呢？媒体人邱明玉爆料，提案的党代表是一名台商，但目前呢是台中的党代表在积极的联署，这是不是卢秀燕运作的呢？不知道根据国民党的规定，联署门槛是出席全代会的党代表达到60人以上，所以这个门槛是非常容易通过的，提案是没有问题的。媒体人9日邱明玉透露，提案的这个人的名字大家可能也不会知道，但他的背景是大陆的台商，他是党代表，没有选上中常委，是一个长期在澳门经商的台商。别忘了这是一个在大陆的台商，这个就很意味深长了吧，朋友们。那有人说这个提案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提案怎么回事呢？这个提案呢，是孙文学校的总校长张亚中长期持相同的改革理念。所以说他在6月底便公开抛出了同款的改革构想。他直言，当前蓝营的2028潜在的参选者包含台中市长卢秀燕、立院院长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主席郑丽文，各方的路线团队资源各不相同，若不修改现有的制度，必将再次上演双头马车式的内耗因为国民党100年大酱缸嘛，
外斗外行，内斗就内行嘛。所以参选人和党主席如果不是利益一致的话，很容易又陷入党内的内斗。所以说人家这个张亚中先生提出这个提案呢，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儿，对吧？但是对于郑丽文来讲，那是100%的一个换柱 2.0 的一个方案呢。郑丽文访美之后，是不是一败涂地啊？各位，那郑丽文还有什么办法吗？除了自己成为候选人之外呢？7月25日，国民党全代会暗流汹涌，3项夺权提案实为换柱 2.0， 派系逼宫算计昭然若揭，郑丽文可3招破敌。25日，国民党全代会即将登场，3份直指党主席郑丽文核心权力的提案浮出水面，败选辞职入归，大选主导1元，提名产生主席，任期终止，3案层层设限，环环锁权，绝非单纯完善党内制度，而是党内反正势力精心策划的权力围剿，算计之阴毒，手段之羞辱，将国民党山头派系内斗的丑陋底色彻底摊开。3份提案每一条都暗藏陷阱，都是量身定做束缚郑丽文的枷锁。第一案，败选辞职纳入党规。此前国民党主席败选请辞只是惯例，无统一判定标准。2024年大选侯友宜落败，但立委席次稳住基本盘，朱立伦也未辞职，正是遵循惯例弹性。如今要把惯例变成党规，却刻意回避败选界定标准，是丢单一县市，丢失6都执政版图，还是大选整体得票未过半就算败？标准模糊全靠派系，事后解读，反正势力就可拿条文逼宫，标准解释权完全掌握在地方诸侯与前大脑手中，等于给郑丽文悬上随时会落下的问责大刀。第二案，大选1元主导，目标直指郑丽文手中最核心的提名权。提案要求2028大选候选人敲定后，全党党务机器不分区立委提名权全数移交参选人。眼下台中卢秀燕早已布局2028，此条一旦通过，卢秀燕若获提名，郑丽文将彻底失去规划蓝营立委名单、整合党内资源的资格，党中央沦为候选人附属后勤单位，等于直接剥夺党主席统筹选举的法定职权。第三案，大选提名产生主席任期自动届满。3案里最刻薄、最具羞辱条款，现行党章明确党主席任期4年，而这份提案直接架空党章，只要大选候选人出炉，郑丽文即刻停权，由候选人代行主席职权。于是无论年底地方选举输赢，郑丽文的执政周期都被硬性拦腰斩断，即便年底选战大胜，功劳全部归于2028候选人，他也只能提前交权。若选情失利，再叠加败选辞职条款，双重施压，进退皆是死局。相比当年临时全代会废止洪秀柱提名的换柱，这套规则陷阱更隐蔽，杀伤更持久，整套方案步步为营，设计逻辑满是阴私算计，羞辱意味十足。旧换柱是临时会议强行推翻提名，手段直白粗暴。如今3案借制度改革包装夺权，打着完善党内权责的旗号，实则用党规条文层层捆绑现任主席，制造法理层面的权力枷锁。反正势力就是企图在全代会上先推动3案立法，年底选举伺机制造败选，口实逼郑丽文下台。就算年底选举战果亮眼，也能凭提名即届满条款提前收回党权，让郑丽文4年任期沦为半截空头职务。届时卢秀燕借1元主导条款自成体系，
彻底瓦解郑丽文整合全党统筹2028选战的布局。这场逼宫大戏背后是大老地方诸侯结成的反郑同盟，赵少康、朱立伦、侯友宜、卢秀燕、韩国瑜各怀私心，联手算计现任主席，行径尽显政党私利凌驾全党大局的狭隘格局。朱立伦去年放下竞选连任是心不甘情不愿，本欲钦定卢秀燕接棒，却被卢秀燕算计反将一军，转而支持郝龙斌，所以朱派始终对郑丽文阴阳怪气，也从未伸出援手。卢秀燕手握台中执政资源，一心锁定2028大选门票，三案核心利好全部偏向大选参选人，是他登顶路上的关键筹码。赵少康依托媒体舆论持续抹黑郑丽文两岸路线，拉拢分化深蓝势力，借制度调整削弱党中央话语权，巩固自身派系影响力。韩国瑜虽身居民意机构负责人，表面中立，实则默许麾下力量参与联署，静待党内权力洗牌，伺机分一杯羹。这群党内实权人物无视国民党低迷选情，俨然把全代会变成派系私斗会场，消耗政党凝聚力，格局狭隘，私心昭彰。面对精心布局的夺权圈套，郑丽文并非只能坐以待毙，可使出3招破敌。其一，依托主席团权限拦截提案入议程。依据全代会规则，议程由主席团核定，未达标准存在重大权责，冲突的提案不得纳入议程，从源头隔绝逼宫议题。其二，提前联络基层党代表，黄复兴党部落实现实代表，凝聚中间派力量，阐明3案并非利用国民党长远发展，只是派系争权加剧蓝营内耗，促成代表表态反对，让提案达不到表决门槛，直接夭折。其三，直面提案逐条驳斥，厘清党章规定的主席完整任期、选举权责划分，阐明败选标准模糊、提名权割裂带来的党内分裂隐患，以阻止提案表决通过，让反正势力找不到败选问责的舆论抓手。另一方面，严守党章赋予党主席完整4年任期的法定权责，牢牢守住不分区立委提名、全党资源统筹、2028大选整体布局的主导权，拒绝以所谓制度改革为名出让核心党务权力。国民7月25日全代会是一道分水岭，若3份宪权提案得逞，国民党将再度陷入山头割据、政令不通的分裂局面。郑丽文唯有依规据理，团结基层，打出选战实际，才能打破各大佬之算计，稳住党中央统筹全局的核心地位，避免蓝营再度上演内耗自毁的悲剧。这个在大陆的台商意味深长的这个提案，跟张亚中6月底的核心思想如出一辙。你如果说背后操刀者不是张亚中，恐怕别人也不会相信。那至于这套方案到底是不是针对郑丽文呢？见仁见智吧。不过倒也不是坏事儿吧，不见得如果是真能形成制度，倒也是确实能够解决掉蓝营各自为战的老顽疾了。但是对于大陆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谁上来都一样嘛，时间不等人了，2028有没有还两说着呢。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